仆射登场时天象镜，出阁后指玄镜，自己独创19庭，6庭杀二品，9庭杀指玄，12庭杀天象，16庭佛门大金刚也破开，天人体魄也如白纸。18庭之后，其身前没有陆地神仙，率先出刀，则仙兽无敌。19庭招式最高时用到18庭，与拓跋菩萨正面对抗，二人似乎不分上下。而拓跋菩萨也察觉到南宫仆射还有下一庭，二话不说直接遁走。这一战以拓跋菩萨逃跑结束，但要说19庭一定能够击杀拓跋菩萨，还真不一定。拓跋菩萨是反派最大的 BOSS， 境界是天人大长生，气运加深，各种嗑药，绝对是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。但很遗憾的是，拓跋菩萨没有必胜的信念，这也就导致他虽然实力强得离谱，但真实表现并不出色，甚至很差，各种战平，各种被戏耍，临近结尾又被吓退。文中对19庭说明有2点，一是南宫仆射，二是拓跋菩萨。南宫菩萨认为自己19庭一出就天下无敌，而拓跋菩萨认为没有必要和南宫菩萨硬汉，而且也察觉到了危机。只是这并不代表拓跋菩萨拼尽全力接不下这一击。南宫菩萨是陆地神仙境界，拓跋菩萨是天人大长生境界，二人境界差距之大不是一星半点。21认为南宫菩萨19庭很强，由于天人大长生境界强者一战的实力，但不会天下无敌，大概率会被天人大长生境界强者拖死。19庭大概是总管为塑造角色强行提升逼格的东西，类似19庭的有很多，如轩辕敬成说徐龙象指玄就无敌，李淳刚说江泥未来不可限量，李当心说顾建堂有机会将王仙芝打落境界，谢观应说陈之豹3圣合一后战力无敌。雪中悍刀行中出现了不少的接单，引人注目，其中胭脂榜和武平最吸引读者的注意力。武平是雪中江湖高手排行榜，虽然总会有不少隐士高人没有上榜的，但也让大家津津乐道。而另一个胭脂榜就是美人榜，食色性也，美人也是大家追求的。不过雪中的胭脂榜榜首南宫仆射性别莫变，才让天下第一美女之名变成了天下第一美人，一字之差，含义差别大矣。南宫仆射到底是男是女呢？不少读者还是比较迷惑的，因为书中出现的一些描述让人感觉他可以是男的，也可以是女的。认为南宫仆射是男的读者认为，徐凤年在将南宫仆射带回来的时候，就曾经跟自己的弟弟说过，哥说过要帮你拐一个顶漂亮的美人给你做媳妇儿，结果还真拐了回来，可惜是个男人。在听桃阁当中的李义山也曾经用谶纬去推算，自己的好友谢舒阳的确应该有一个儿子，而南宫仆射除了脸美之外没有任何的女性特征。在小说的结尾，徐凤年与南宫仆射他们一起来到温华的酒店，而后有这么一段对话，南宫仆射说道他要娶徐凤年为妻，而且他也曾经说到我媳妇儿的媳妇儿有点多呀。认为南宫仆射是女的读者认为，在北凉王府的听朝廷当中，有一次徐凤年和南宫仆射喝多了，两个人都互相调侃道，如果你是一个女的，我就娶了你。而南宫仆射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南宫仆射突然猛地坐了起来，气机直接引得袖东刀乱颤精灵，而后发现自己身上盖着的是徐凤年盖的貂裘，才自嘲一笑。这个其实就可以比较隐晦地表达出来，南宫仆射害怕自己的女儿身暴露了，或者徐凤年对他做了什么，如果他是男的，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才对。还有一次是徐凤年和南宫仆射曾经谈论到他的仇人都有谁，在知道后徐凤年有点震惊，一个王仙芝，一个拓跋菩萨，你一个娘们儿，大概是想要吐槽这娘们儿怎么那么虎。南宫仆射直接打断了徐凤年说，我是个男人。而徐凤年也不再争辩，在心里暗自想到，和一个女人讲道理，这本身就没有道理。说明了其实在这个时候，徐凤年已经可以确定南宫仆射的性别是女性了。而在徐凤年到巴蜀地区见过陈之豹和谢观应之后，陈之豹在徐凤年走后调侃谢观应，
你这是老丈人看女婿，越看越碍眼。而谢观音则自嘲道：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哪来的女儿啊？这个可以看得出来，里面是有隐情的。陈之豹则是知道真相的。此外，就是徐凤年在与拓跋菩萨一战将死的时候，南宫仆射杀来救了徐凤年，以18庭逼退了拓跋菩萨，随后背着徐凤年要带他回去。而徐凤年的双手垂到了南宫仆射的胸前时，南宫仆射有一个心理活动，就是自幼就一直在心底把自己当作男人看待的南宫仆射。这句话就可以推断出来，他只是自己把自己看作是男人，然而本身是女人。在临近结尾和雪中的番外篇当中，再出现南宫仆射的身影，主管在描写他的时候用到的词已经是他而不是他了。其实很明显，南宫仆射自幼便遭逢巨变，以为自己的父母惨死，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变成了自己的仇人。他为了成长起来承担起责任，也为了避免麻烦，所以将自己伪装成男性，让自己不再脆弱。而后心防越来越重，逐渐的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。后面即便是碰到了徐凤年，也知道了自己父亲的事情，性格已经养成，习惯也无法扭转过来了。